Hello，各位回到 Star Seed Soul Channel 的朋友们，大家好！感恩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喜爱，大家最近都过得还好吗？今日我们一起来看的大众占卜主题是宇宙送来的逆风翻盘金钥匙。我们要看一下近期我们在哪个部分将会逆转以及突破，又有什么样的机会将会来到我们的世界？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呢？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这则影片的朋友们。我们当下在2025年的2月啊，这个月份当中呢，星象也昭示了我们人类生活，或者说我们在三维世界当中，在面临着很多锐变挑战。生活当中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机遇，有可能我们也正在去谋求和显化着新的机会。那当下呢，我们在生活、事业、情感、健康当中，又有怎么样的新机会会出现呢？有没有什么样的机遇可以让我们去突破之前一个阶段的考验，或者是复杂的课题？有什么样逆风翻盘的机会呢？今天我们通过卡牌帮助大家连接这个讯息。希望在这个我们迎接转变的当下，我们全人类或我们这个三维世界迎接转变的当下，我们也可以通过卡牌取得需要的讯息的同时，保持我们的正心念，守护好我们内在的爱和光的系统。相信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是帮助我们变得更加放光、更加明亮、更加有爱，也让我们在变得更加强大。在风雨之后，我们注定会见证彩虹的出现啊，见证奇迹的出现。所以千万不要在奇迹出现的前一秒啊，提前放弃或提前停下脚步。让我们一同携手向前。Stacy 也会一直陪伴、支持和鼓励大家，不停地向前去突破我们人生当中大的小的，不管是难的还是琐碎难解的一些课题。这个课题的背后一定在引导我们走向光和爱。再次的祝福大家，也感恩大家和感恩宇宙。好，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进入选牌之前的冥想部分。我们花几分钟的时间，帮助大家整理一下我们当下的能量场，还来帮助我们清理和净化，以及对齐我们的各个脉轮。大家可以寻找一个安静的环境，在安全状况底下，闭上双眼，放松身体。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宇宙的声音。
好，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我们今日的冥想部分就完成了，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做一个快速而有效的放松。好，我们可以感受我们的身体正在慢慢的放松下来，感受我们的呼吸正在变得轻盈。大家也可以缓缓的睁开双眼。好，来感受一下我们面前从左到右的3副组牌，以及3颗参照天然石。好，我们今日要一起来连结的主题是宇宙送来的逆风翻盘金钥匙。我们要看一下近期我们的生活正在哪个部分发生逆转和突破，有什么样的机遇即将到来呢？宇宙要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来帮助我们逆风翻盘，或者是帮助我们取得当下的突破和成功？好，这把钥匙或者说这个方面啊，有可能涉及到我们的整体生活、我们的灵性成长、事业以及情感等等。如果有讯息的话 ，Stacy 都会传递给大家。好，那今日的我们的选项呢也是3组。那我们最左边的第1副组牌，好，我们参照天然石是一颗好粉色爱心水晶石。好，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啊，一颗淡粉色的爱心水晶石。这是我们最左边第1副组牌的参照天然石。好，我们中间的1副组牌，我们的参照天然石是一颗好透明的白水晶爱心天然石。好，一颗白色的星星。这是我们中间1副组牌的参照天然石。那我们最右边的第3副组牌，好，我们参照天然石是一颗，好，可以看一下，好，紫色水晶天然石，好，一颗紫色的爱心，它有一些透明度啊，颜色是比较深沉的，好，比较沉稳的颜色，好，所以我们可以感受一下，这颗雾紫色的爱心水晶石。这是我们第3副组牌的参照天然石。哪一副组牌是跟大家最有连结的呢？哪一副组牌要是第一眼吸引到大家注意，想要翻开和触碰的呢？这就是我们的第一直觉，没错了。如果对于多副组牌有感应的朋友们，也可以排一个优先顺位来听取一下当中的讯息，因为这是一个大众占卜，有可能我们的能量和讯息会分散在不同的卡牌当中。选好的朋友们，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日的抽牌和读牌吧。选到我们最左边第1副组牌一颗粉红色爱心水晶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主题呢是宇宙送来的逆风翻盘金钥匙。我们要看一下近期在哪个部分我们将会迎来逆转突破以及机遇，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1组的朋友们。好，对于我们的一颗粉色爱心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牌 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好，我们看到37号 Peace， 平和、安宁、平静，那这个指的是我们的内在啊。那我们在卡牌当中呢，可以看到这个粉红色的樱花树下，我们有一个身着红袍的，有可能是禅修大师啊，或者是僧人啊，他正在享受内心当中奇丽的心灵世界，或是高维度的世界。那这边呢，我们有2只信鸽上下应和啊，有可能代表了上天和地下给予我们这个能量的打通，或者给予我们的神圣消息。樱花绽放的季节啊，还有1个多月，有可能在日本呢，樱花就要绽放了。我看到呢，第1副牌的朋友啊，非常好的消息是，最近这段时间你将会收获内心的平和、宁静，你将会重新的重拾你的安全感，重新建设你的内在。你的内在呢，会回归到
有能量的状态，并且处处开花。那我们第一组朋友最近这个阶段呢，有可能也会收回原有的一些躁动和不安全感，在一个新的火能量的世界当中，你们有可能将会去体现或者体验内在修行、内在突破、向内去求的这一层事情的快乐，有这一层修炼带给我们的成果。37号代表了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累生累世是有修行经验和积累的，所以有可能你们是比较轻松的，可以去达到冥想的境界呀，或者说达到我们入定的境界、禅定的境界等等。也有些朋友你们在进行训练学习，你们在进行内观，有可能你们在重新建设你们内在世界。这个内在建设呢，对于第一副牌的朋友来讲，这1-2个月就最近这2个月之间是非常重要的。我看到天地之间和宇宙之间将会送来非常美好和丰盛的消息以及能量。当我们的内在一旦是稳定的一旦是美丽、丰盛、广阔的，有可能我们在搭建的外在世界以及我们外在接触的人事物也将会变得更加坚实、牢靠和扎实。那我们在突破的一些问题和难关也会变成迎刃而解，因为呢境随心转。所以这张牌其实是非常吉祥的一张卡牌，也代表了随着第一副组牌朋友内心境况的转变，外在将会出现非常友善、和平、合作，以及呢逢凶而化吉的好能量和好消息。我们第一组的朋友呢，可以在最近这个阶段呢，选择进行一下能量的归复修复和冥想打坐等等以这样的方法呢，来让我们内在世界达到能量更高的一层境界。当然也有一些朋友是比较忙碌于生活的当下还没有这个时间，或者说我们当下还没有这样的一个间隙和空余去进行这一方面的体察。那大家可以去接近自然，去接近溪流和水，在安全的状况底下呢，大家可以去接近一下草木花朵。我看到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将会在你们的世界内在世界当中发现别有洞天的一番景象。同时也有一些朋友，你们将会有非常好的梦境有可能有花朵，有可能有比如说5维度的粉红色的天空，有不一样的比如说飞翔的体验等等的，都是我们第一组牌的朋友的指导灵在告诉你们，只要你们的心境和能量能够调和，外在就这把逆风翻盘的金钥匙本身就在你们的手上，甚至是藏在你们的内心深处。看一下我们的副牌是什么？我们的副牌是14号 Family Tree。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棵大树底下有可能是血脉，我们 DNA 的生命的传承，我们也有着在自然当中呢，人和自然合为一体天人一体的，然后一些美好的正能量的姻缘或者说良缘善缘正在不断的在我们的事业当中结下。也有些朋友，你们的家族将会迎来好消息、好事，有些喜事，比如说有结婚然后有新的baby 诞生或者有新家人的新的成员的加入有可能也会有一些迁居，或者说得到了财产，然后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些机会去搬家，或者说去稳定我们的原生家庭跟家人团聚这样的一个能量。那我们第一副组牌朋友，你们背后的祖先有可能有一些祖先是有信仰宗教信仰的，或者有些祖先呢，他们已经是高维度的能量正在你的背后成为光环守护着你。所以我们第一组的朋友，其实不管你们身在何处，是否只身一人其实你们永远都不是孤单的，并且呢，你们有传承家族当中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 legacy， 你是家族当中的奇迹，你是史诗，所以有可能将会有一些奇迹在你的身上发生。这个奇迹呢是一个 expansion， 就是延伸和延展。比如说我们第一组朋友有可能是沿袭了，或者说世袭了，或者传承了家人的一些智慧，家人的一些天赋和才华，或者这些朋友是资源等等，你们将会将这个美好的瑰宝在三维世界当中传承下去。也有些朋友你会比如说遇见很好的老师，或者说你会收到比较不错的徒弟也有这样的一个信息。有少数朋友看到你们的这个亲子缘很好，比如说你和你的父母原生家庭的父母或一些长辈，以及你和小孩，有可能缘分将会变得更加深厚。所以在最近这个阶段，也有些朋友你们的逆风翻盘的金钥匙其实来自于家族核心的能量。有少数朋友会觉得我的家族核心不在我的周围，或我没有感受到这个原生家庭和家族带给我什么。千万不要忘记了，我们有祖先好吗？我们有在我们背后生生世世
传承下来，或者说保护我们至今，让我们走到今日的姻缘啊，或者说这样重要的灵魂家族。所以第一组朋友，你们有一个坚实的灵魂家族，你们将会让你们的生命之树呢更加扎根，也会让你们的生命呢绽放出新的活力和生机。在你们的世界当中，我们看到有树有花，有没有？好，你们将会体验到生命绽放的一个新的境界。好，下面我们洗一下牌，来看一下我们的 Tarot 塔罗牌在告诉我们什么。好，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在哪个部分呢将会迎来逆转和突破啊。我们所谓的逆转，就是有可能之前我们还遇见这个问题啊，有可能在这个问题当中会感受到一些压力呀，或者当下我们惦念的一些问题。我们来看一下，会不会逆转，并且呢，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机会，宇宙会给到我们？好，我们继续抽牌，这边我们出现的是 Ten of Cups 圣杯10号 ，The Chariot and the Moon， 战车牌和月亮牌。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好，我们整理一下卡牌啊，看一下。什么样的卡牌会飞出来？宇宙来帮助我们甄选什么样的讯息？好，出现了啊！这边我们首先看到的是 Five of Wands， 然后这边飞出来比较远的是 Two of Cups in reverse， 圣杯2号的逆位。好，我们再 clarify 一下这个信息啊。我们出现的是 King of Cups， 圣杯国王。这边还有金币王后飞出来啊。好。能够感受到第一组的朋友最近这段时间呢，人际关系或者说和某一个重要的人，比如说你的灵魂伴侣啊，另外一半呢，之前的交往对象啊，或者说我们的一些合作关系啊，有一点模糊飘摇，或者说呢，之前一些比较好的情感链接有点戛然而止的意味。那我觉得对于第一副组牌的朋友来讲啊，有可能当下周围环境的一些竞争，或者说我们在这个工作环境当中也好，我们在某一些业界也罢，这个竞争呢，仿佛是在从良性变成恶性，所以看起来就是我们周遭的压力有一点战火纷飞的感觉，有可能让我们必须要跟着忙起来，跟着动起来，甚至呢，圣杯2号和圣杯10号，就周围的人际协作和互相的理解度都是不够的，有一种各忙各的，或者各自有各自的打算、意图和安排这样的感觉。当月亮和权杖5号啊 ，Five of Wands， 权杖5号同时出现，也代表了其实我们第一副组牌朋友会有一种不安或者压抑和局促的感觉，我们会恐惧周遭的环境和周遭的人会出什么样的棋，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进一步的这种发展和行动。尤其在当下一些朋友在要做决断的一个时间啊，我看到2到3月一些朋友要去做决断，有可能这代表了未来一个时间段，我们第一副组牌朋友要往哪个方向去发展，你们要走什么样的人生路，你们要有什么样的一个个人形象、利益，以及未来这个地标目的地点在哪里。我看到有少数朋友有可能你的原生家庭和你的另外一半或者是友人啊等等不太支持我们第一组朋友的一些决定，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干扰，我会有一些否定啊、非议啊，或者说有可能周遭的人会让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觉得你们必须要包容，必须要理解，你们仿佛要做一些折中的策略，才能够让我们当下这些事件有所正向的发展。那其实这些事件呢，在最近宇宙在帮助我们进行一个翻盘。比较好的信息就是，我看到第一组的朋友会有贵人协助，以及会有支持你们和真正爱你们、理解你们的人，在你们的背后啊，看不见的地方给我们一个帮助，就好像是我们的这个身后啊，有一个巨大的支撑和能量在推着我们走。我们也可以说，这个能量是支持我们的，有可能是原生家庭的。家人的能量，这是祝福和爱啊，或者说我们看不见的这个祖先呢，我们的指导灵，我们的守护天使在我们的背后给予我们的温暖和支持，有可能是宇宙的大势所趋啊，这个天地之间发生的磁场变化，让我们必须走上这条路，成为一颗启明星或成为一个领军者。所以第一组的朋友呢，最近你们在学习如何坚强，如何独立，以及如何慎独吧。就是君子慎独的这个意味啊，独自一个人呢，或者说我们在这边呢，独善其身，然后进行一个内在的真正智慧的提炼，并且呢，有可能一个人要去做一些事情。我觉得一些朋友有可能你们也刚刚脱离掉一些团体和脱离掉一些不良好的人际关系、情感关系的链接。少数朋友最近在吵架，所以你们仿佛想要回归到一个比较平静的状态，两个人能够
稳下来、定下来，气定神闲的、心平气和的面对面来讲一些什么。我看到宇宙在告诉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你的想法没有错，然后你们需要保持和保证的是内在的平和以及能量的统一。比如说我们的想法，知行合一啊，我们的想法和我们的行动是合一的，而不是矛盾的。那我们决定了什么呢？基本上以它为目标去显化和贯彻到底。有可能这个过程当中呢，不一定会产生，或者说必须要逼自己产生什么样的快速行动，暂时拖延是 OK 的。但是我们第一组牌的朋友，目标一定要明确一些。这边是月亮牌带给我们的信息。好，下面我们看一下具体的我们在哪一个部分将会有突破和机遇呢？Queen of Pentacles 就是刚刚我们要出现的金币王后牌出现了哦。Death 死神牌的正位，sorry 逆位。好，这边我们看到的是 Five of Pentacles in reverse， 这边看到是 Three of Wands 权杖3号。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看到是 The Lovers 恋人牌的正位和星星牌，我们遮挡一下。好，很不错啊，第一副组牌的朋友，这个2月到4月以及我们这个上半年啊，你当下我们在2月即将跨入3月的一个阶段啊，上半年当中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你们一定会跨越过去的一个比如说旧有的模式，然后我们应该去转换那个航向，有可能会变得更加清晰。一些朋友会非常成功的转型，也有一些朋友你们将会从旧有的资源当中进行转化，比如说旧的工作、旧的行业、旧的领域啊，你们有可能将会推陈而出新啊。有更多朋友在未来2个月当中，你们将会有这个出行和看一看外边世界的机会，有可能也会对周遭去展露你们真实的，或者说更加纯真、更加简单的另外一面。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其实你们是有王冠的，在过去一个时间段呢，你们有可能守护了某一个事情很久了，比如说是工作，那比如说是家族，比如说你应该去传承的专业，你应该去学习的部分。当死神牌出现逆位的时候，也代表了在过去的3-4个月之间，我们第一组牌朋友其实是遇到了转机，或者遇到了宇宙给予我们的岔路口，红灯、黄灯、信号灯啊，就是必须要停下来等一等或转一个弯的机会。而这个机会我看到第一副牌朋友你们有把握，或者你们是有觉知的，我看到你们在非常好的去搭建未来的一个愿景和光景，并且你们即将从一个比如说内在不太自信啊，有一点匮乏或有点保守的状态真正的转换出来。我看到这个火的时代的能量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水瓶时代呀、离火时代能量其实已经涌入了第一副组牌朋友的世界当中，而且呢我们的意识已经成功的非常先进和快速的发生了转变。所以在未来2个月当中呢，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想要争取的事业机会、自我展示的机会，或者说转换职业的机会即将出现，并且这个过程当中呢，即将有贵人啊，或者说欣赏你们的人啊，然后跟我们投来橄榄枝。那这个橄榄枝我看到是在网络上、在简讯、电话和邮件上会出现的。有些人我看到，其实你们在被远方的人所喜爱、爱慕，或者投来赞赏和艳羡的目光啊，所以有可能你们在网络上，或者说你们在网络上这个自我展示啊，或者说开会呀，或者说是策划以及交友的运气都是非常好的。我看到也会有非常赏识你们的人来到你们的周遭，比如说跟我们第一组朋友直接进行联络，直接进行合作，或者说直接进行一些自我介绍啊，开始交友，开始去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连结状态。当我们看到恋人牌和星星牌的时候，也代表了第一组朋友你们做什么样的决定，或者说你们跟什么样的人去合作和走近，如果他让你感受到是具有新鲜能量的，更加睿智，然后能量有可能是它的振动频率是更高的，那我们的选择一定没有问题，跟着你内心的声音向前去探索。如果是在情感上的话，我看到第一组的朋友，你们的情感比如说比较波折不顺利的一个阶段即将过去了，当下这个阶段呢，十分的有助于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来进行一个怎么样内在的修复啊。比如说我们曾经依赖过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曾经跟什么样的人非常交心，我们曾经如果打开心轮，有可能一些朋友在
当下这个阶段啊，正在经历着一些淡淡的哀愁和哀伤，有可能是经历着淡淡的孤独，或者是不理解，哎，为什么这样或那样的人会离去呢？或这样或那样的机会，以及那样的一个世界，它会不在了呢？会消失掉呢？因为呢，我们会用执着心来看这个多变世界啊，这个世界所有的法则都基于一个变数。所以我们这个三维世界，这个娑婆世界啊，一个运行机理就是无常啊，是运行机理之一嘛。在无常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去把握它的节奏，顺应着天地和宇宙来？我们第一组的朋友呢，即将顺其自然的找到下一个阶段突破的路口。而且我觉得你们的这个路口是更好的机会啊，比如这些朋友，你们离开了过去的工作，那这个工作一定更好。如果你们离开了过去的友情，那我看到下一个来到你们世界当中的人，有可能更像你的家人，有可能更像你的知己，有可能更理解你。那如果是离开了一段亲密关系的话，会有更加闪光和更加了解你，并且给予你能量、给予你快乐的人到来你的世界。你们的世界值得养分，你们也值得被陪伴，你们值得给予自我期望。所以这是第一组牌朋友啊，当下即将迎来的一些转变和突破。我看到有些朋友，你们将会做一些大的事情，在未来2个月将会出现大的调整。当下这个月份当中，还会有一些忙不迭的有可能是一些细节和一些琐事我们需要整理啊。但是我看到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内心静下来了，这个结果就是稳的。好，宇宙在保护你们的结果，或保证你们有一个好的结果。这边我们看到啊，这个金币5号的逆位和我们这个 Peace 的牌有没有很像呢？都是红色的衣装啊。然后我们这个金币5号是外面在下雨，或者说我们的心在下雨啊。然后我们在房子的外面在淋雨。那我们的这个 Peace， 我们的主牌是，我们同样的一身衣着啊，我们正襟危坐，坐到了花丛深处。当我们的心一下子清明了，好，一下子了却了一些妄念啊，了却了一些情绪，了却了着相带给我们的困扰和苦痛，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心本身是圆明清净的一个圆觉状态，外在自然而然的会产生祥和、美好和吉祥之象。所以第二组的朋友啊，什么是你们逆风翻盘的钥匙？就是我们的主牌咯，就是我们的内在平和，这是你们的一把钥匙，而且这是你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摸到的、用到的和打开这一扇门的钥匙。打开我们这一扇门啊，我们的主角背后有一扇门啊，你会进入一个花团锦簇的更高维度的与众不同的世界。那我们在一开始刚刚讲过，我们失去过一个世界啊，比如说基于我们过去几年啊，我们人类在经历的一些疫情啊、挑战啊、变化呀，我们在2020年之前经历过的是一个世界。那在过去的这个3、4年当中，我们在经历一个转变和蜕变的阶段啊，每个人都经历了课题，每个人都经历了巨大的 death 啊，生与死的考验，或者说一些人生当中非常彻骨的一些变化啊，或者说拔筋抽骨的脱胎换骨的变化。这些变化都是让我们进入什么权杖3一个更加美好丰富、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里边。所以我们第一组牌朋友大可以自信的站在更高的顶端来秒看一下远处的事物。这边我们看到权杖5和圣杯2，如果周围的人没有给你们很大的共情、很大的理解，反而是有可能是添乱呐，有可能是带来一些干扰，有可能是带来一些负面竞争等等。我们第一组朋友呢是独坐花丛树下。好，想到了一句话啊，烦恼即菩提嘛。我们的烦恼从哪里来？它就是我们的智慧，它就是我们的归属。在它的背后呢，就有清净的、圆明的我们寻找的最高级智慧。任何一个烦恼都是一扇门。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有任意的钥匙去打开你们的任意门，因为你们可以随时随地的去看到你们内心平静的境界在哪里。这是非常重要以及非常伟大的，这是灵魂对待你们的爱。好，下面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重要的转机呢？有些朋友你们将会在2个月之后呢迎来突破的机会嘛。我看到一些朋友有可能会搬家、会旅行、会走出去，有可能你们会遇见以及结识重要的贵人，或者说你未来的家人。这边我们看到恋人和 family， 有可能是正缘，或者说爱着你的人。
也有一些朋友看到的 star the star and the lovers， 也就是说你们梦想当中的一个合作模式和恋爱模式即将出现。这个人有可能当下还在远方，或者说不在你的世界当中。我们第一组的朋友非常需要从当下的一个有可能是固定的世界或者是安全区域或封闭的世界当中走出去。当然有些朋友会说，哇，我想走出去，但是我没有这个机会。我看到在未来2个月，宇宙会给予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很大的机会，推动你们的人生进行翻转。所以有可能你们的人际关系，你们周围的朋友，或者突如其来的会有一些重要的人对我们进行邀约，让我们看到我们跟更多的有可能是有情的人搭建成为眷属关系，搭建成为良缘善缘的可能性。所以我看到你们将会快乐和开阔。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能量要给到我们信息要给到我们。好 ，Nine of Swords， Seven of Wands， 看一下，Ace of Cups and Nine of Cups， 我们这张牌有没有很明显在告诉我们？好。当我们痛苦的时候，我们想要去抗争一切，我们想要变成呢自己事业当中的勇士，甚至我们在奋力挣扎。但其实权杖7号代表了我们从来都站在一个高度，所以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是不战而胜的。千万不要为周围的人和周围一些嘈杂的事情所纷扰。我看到有一些人最近呢，会对我们第一副牌朋友进行干扰，让我们有点夜不能寐啊、发愁啊，或者说会想起过去的一些人事物，有点忧郁和忧伤。一些朋友你们在最近有些睡眠问题，有可能会做噩梦啊，但这都是一个潜意识排毒的过程。圣杯1号和圣杯9号同时出现了，代表我们在内在当下如果没有感受到自我的无条件的爱，比如说你的内在没有办法给予自己能量，给予自己支持，起码对于你的这个个体，我爱我。那我们第一组朋友可以跟自己说一下，我爱你，对不起，谢谢你，请原谅我。当这个爱流通的时候，你们会发现你就是爱的本体，你并不需要在任何的地方，在这个不管是娑婆世界还是我们这个3000大千世界任何一处哪一个维度去寻找爱，你就是这一个地标上实为的或者说成熟的最高级的爱。所以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非常需要找到的是 Nine of Cups， 内心中的圆满，内心中的有可能是豁达，也有可能是这个当中带给我们的显化的愿景。因为我们第一组朋友去信任这种爱显化，任何显化才可以适时的或者说快速的如我们所想的集合到我们的世界当中。所以我们在外在找的这个能量或者找的这把钥匙其实就在你们的内心深处。 Ace of Pentacles 这个牌太好了，所以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在最近这个阶段你们将会如愿。好，圣杯9号配金币1号代表你们可以如愿得到一些机会，你们可以如愿在三维世界当中摘取和截取一些重要的比如说好的信息能量和资源，去开始和开拓你们的下一个阶段了。金币1号本身代表一个 offer， 也代表了有可能是一个承诺，有可能是一个契约关系，有可能是一个邀请和邀约。那圣杯9号配金币1号代表的是让你满意的，让你心灵获得自在的 a wish fulfillment， 你们的愿望可以成真和达成的。所以在过去我看到有可能是我们第一副牌朋友是有机会去迈向成功幸福和进步的，但是在那一个阶段有可能有一点戛然而止，或者有一点被拒绝，或者说被弹开等等这个经历在告诉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什么？你们需要在进入这扇大门或者进入这个我们想要的境界之前，学会如何在内心深处无条件的爱自己，以及取得这一个平静。这一个平静的感觉会帮助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取得所有大门的钥匙。所以有可能这是一个修心和练我们的反应力，练我们的个人能量，或者说锤炼我们，让我们在一些比如说伪缘、负面的缘分、负面的连结之前看到我们内在的宝贵，寻找到它的能量的时机。所以我们也感恩过去的这些课程。因此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认为你不需要千山万水的去寻觅好，蓦然回首，你的这把金钥匙就在这个灯火阑珊处，就在你的心轮之内，在你的心的深处。所以我们第一副牌朋友在最近呢，可以安下心来，定下神来，你们可以保持信念，也可以有信任了也可以对这件事情充满了信念和理解。
宇宙一定会在对的时间帮助我们去造化需要的实相。如果第一副牌朋友对于你们未来要经历的东西还抱有疑惑的话，这个疑惑本身有可能你们需要突破的是，你们是否真正的无条件的爱和信任自己？你们是否愿意 surrender 去信任这个旅程，臣服于这个旅程？你们是否愿意不争？你们是否愿意不去为自己多做解释和争辩，只是顺遂这件事情去发展？顺遂这件事情就是顺遂自然和天地顺遂我们这个日月的精华，大地的精华。你们将会发现，你们可以得到的机会是非常非常多的。我看到第一组朋友，你们在未来呢将会建设稳定的合作、稳定的亲密关系，以及你们有可能会稳定的去展现自我。你们会闪光，你们的光有可能会照到对你们来讲非常重要的人的眼中，也有人会因为这个光将给予你们无条件的爱和信任。好，这个是我们和宇宙之间相互的，也是我们和未来这些个体之间相互的。所以祝福我们第一副组牌的朋友。而在星座上来讲，这边看到比较浓烈的水象星座巨蟹、双鱼、天蝎座在这一组。那我看到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们呢，其实是最近这个阶段是比较情绪化，有的时候有点玻璃心，或者说有一点被一触即发的火气。那这个状态呢，其实是一个我们内在排解的过程我们去更好的，有可能更温柔的照料我们自己，包含照料我们内在小孩。第一组朋友可以适时的让自己去歇息一下，休息一下，特别是调养好我们的睡眠。并且我看到有一些事情是不必要过度去争辩，或者说我们看到是过度争取让它以它的方式发生，自然而然的宇宙会帮助我们，带动我们，给予我们更好的机会。在这些事件的背后，有可能都会有一些好的诀窍，或者说好的法门，以及良善的人贵人出现。第一组朋友，其实你们在被喜欢，你们也值得被爱，但有可能我们之前这个沟通和表达会卡在某一个地方。我看到你曾经爱的人呢，对方不是忘记了你，相反有可能是因为恐惧在回避。我看到这个回避的问题有可能在未来2个月会被解除，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将会面对面真正的去解决你们的一些问题，或者说相视一笑，一笑泯恩仇了。这边我们看到是 peace 一切归于平和和美好。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些朋友最近你们还是没有决定好要不要去沟通有一些有感情问题在纠结的话，这个不是行动的时候，因为权杖7被圣杯1号的逆位，就是有一种挣扎感，这个挣扎感就不是臣服，这个挣扎感永远都是让我们自己疲累而带来负面能量的一个循环。所以我们要结束这个循环，我们干嘛？安安静静稳稳的坐在原地在这边呢，宇宙自然而然的会让这件事情被理顺，而且降临一些希望。那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们静静的坐着，静静的接受着，静静的感恩着，静静的看着它向光的方向，向更完美的方向去发展，就 OK 了。或者一些朋友，你们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要去在行动上变形不要去很快的扭转我们的一些计划。你们将会发现呢，一切将会导向一个更良善的方向。好，我们再看一下刚刚我们讲水象星座之外，也有双子座、水瓶座在这一组，还有天蝎座。好，星座是一个参考最后看一下我们的建议指引在告诉我们什么。好，第一张我们看到的是女神我们的这个 Queen of Sun 太阳女神在告诉我们什么？17号牌，这边我们是37号，这边是17号 Hathor。 OK， 这是我们的应该是古埃及传说当中代表快乐、胜利，然后健康，然后欢笑的女神，有没有？我们的女神正在手捧金球然后正在打开我们的太阳轮，感受万物生发、万物被照耀、智慧在提升的快乐和喜悦。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在最近这个时间，我们这边这个圣杯国王有没有这个王冠是一样的好，第一副牌的朋友，其实你们值得的，我看到是伴侣或是另外一半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你们的存在其实比较容易去影响和吸引到跟你频率对等的人。如果你在一个连结、一个合作或一个关系当中，连结是不对等的，我看到最近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需要调频，你们需要首先让自己处在一个快乐，然后充满了扩张能力，充满了显化和造化能力，并且去享受你造化的一切这样的一个阶段。第一副牌的朋友看到女神在保护你，让你快乐
所以你周围有可能会有一些让你欢笑、让你欣慰、让你感受到生机的因子。有可能一些朋友最近的饮食将会变得更加健康，有可能你们将会去接触到，有可能更加被晒到阳光、有饱满能量的果实啊、蔬菜啊，或者说你们将会走到更有阳光的大地上去，接触我们这个天空。我看到天地之间呢，其实是因为你们的快乐存在而产生了造化，而产生了这个有可能是因缘和合的啊。我们说四大假合的多种相，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第一副牌朋友感受到你们的快乐和魅力在哪里。所以让自己无条件的快乐啊，你们不要去压抑你们的情绪，也千万不要去阻止你们的快乐发生，不要为快乐感受到愧疚，感受到退却。不要压抑自己在一个低频率和负面频率、负面振动的阶段，你们需要让自己开怀，这边也是一个开太阳轮和开心轮的状态。第二张牌呢，我们看到的是 Seraphim's Gateway。 好，这个炽天使啊，六翼天使之大门。炽天使是我们的天使中的王啊，天使之王嘛，就是我们这个翅膀是6只翅膀，有可能有一些有可能是宗教或者文化或者史书当中，它中间还有一颗大大的眼睛，或者说翅膀上充满了眼睛啊，千眼天使，好吗？那我们的炽天使呢，其实是在天使能量当中最高的。那它呢，会通过翅膀以及声音的震动去传达宇宙深处的，或者是上帝的，或者说是可以说是造物主，或者说是我们极高维度啊灵性的声音。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voice activation， 也就是说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周围的震动正在发生着巨大的转换。 angelic attunement， 也就是说你们将会去更高的震动，并且接触和接收到天使的调频，比如说天使的赫兹啊，天使的频率啊，你的电台调到了天使的频道。Divine support， 就天使将会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支持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取得快乐成就，然后取得有可能是在团体上、家族上的成绩，然后取得你们的有可能是光和爱的成果，比如说你们可以去闪光，你们的事业可以闪光，你们可以去遇见良善的欣赏你们和照耀你们世界的人，并且呢，这个过程当中啊，首先我看到这个是后边，当我们去打开了我们的脉轮，天使送给我们的礼物，而我们这个钥匙在哪里？还是一样，第一副牌朋友保持心平气和来面对我们当下所有的事件和问题，一切的事物呢将会在未来的很快的一个阶段被化解，或者说一定会随着我们的心会去转变，好吗？祝福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在未来这个阶段开心、平安和幸福。那我们今天所有的卡牌读到这里，非常感恩跟大家今日的共同学习，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选到我们的第二副组牌一颗白色爱心水晶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那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的主题是宇宙送来的逆风翻盘金钥匙。我们看一下最近你将会发生哪些方面的逆转和突破呢？又有什么样的机遇即将到来？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二组的朋友们。好，对应我们的一颗白色爱心水晶，首先来揭晓一下我们的主牌 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看到是43号 Sanctuary 避难所啊，安全之地，可以栖息的空间，庇护所等等啊。我看到在最近这段时间呢，第二副牌的朋友有可能你们陷入或陷落到了一些纷争或者说压力和低潮里边，宇宙呢恰好在这个时候给我们搭建了一个避难所。这个避难所有可能是我们的家，有可能是我们心灵想要去栖息和被安慰的空间，有可能也是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第二副牌的朋友当下这个感受造化出来的。首先宇宙在告诉我们第二组的朋友，你们是安全的，你们的智慧和你们的慈悲以及善良足够被宇宙所回应，或者足够被宇宙所看到，因此你们当下所处的空间呢，其实是一个安全状态。在外在面临的一切的问题，包含了让我们纠结、不安全感、苦恼，然后委屈的一些事情，将会迎来一个结果或迎来一个转折。并且在这个阶段呢，我看到一些朋友，你们的内心将会回归到清明的状态，比如说你们会回归到你们的灵性空间当中，或者说你们将会去连接你们的灵魂家族，或者说连接你们当下信仰的以及有缘分去连接的宗教。我看到在这当中有可能会有更多高光的指引涌现到你的周遭。
第二组朋友，你们周围有非常强大的保护光色和保护灵军团，所以我看到其实累生累世你们积累的善行和积累的善缘，会帮助你们度过当下很多阶段的，有可能是坎坷或者是压抑和痛苦。不过这个过程有可能也是孤独和孤单的。一些朋友在最近呢，有可能你们会陷落到一些情绪深处，或者说你们有可能会盘旋在某一个事情的左右，或者说盘旋回过去啊，重新回顾一下过去我们走过的路程。总之，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那第二组朋友在当下这个阶段呢，比较重要的是保护好我们当下的能量场，你们的磁场和你们所在这个保护光照的中间范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需要被清理的。你看到有可能在你们的心灵空间和你们磁场空间当中有需要被清理的部分，大家可以去做一下清理、清洁以及断舍离。在这张牌当中，你能感受到我们第二组的朋友其实非常受到高光的保护，所以你们周围有着扬升大师、神灵和一些祖先，或者说宗教当中的大启蒙者，他们给予你们的一些提点和一些高维度的，或者说是高能量场的指引和提示，我看到你们都接得到。我觉得第二组的朋友啊，其实你们当下呢，可以说在暴风的中心，可以身安和心安，但主要就是我们心灵需要投入，或者说我们需要归属那个港湾在哪里，这个有可能会避免我们未来更多的一些纠结。紧接着啊，如果在这张牌当中我们看到了避难所，有些朋友有可能你们当下再去因一些自然灾害，或者说你们当下正在因为一些自然灾害或我们三维世界当中的变动产生反思，你们有可能想要让你们的物质空间呢，或者说我们生活的空间在一个更安全的方向。我认为你们的思虑是正确的，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了，在你们的背后有更强烈的，或者说有更高维度的光的指引和保护。因此你们所安之处、所在之处，既是吾乡，既是你可以归属的地方，也是安全的地方。那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在最近这个阶段，有可能你们会走到一些庙宇啊、殿堂啊，或是教堂当中去，你们有可能会在特殊的时间去跟我们的扬升大师有一些连接。那这边有很多的信鸽在我们这个有可能是教堂或者避难所的上方啊。我们第二组的朋友顶轮是打开的，而且你们会 channel 会连接和感受到非常多有可能关于过去的、前世今生的，或者说有可能是关于未来的一些重要的讯息。而这些讯息呢，会成为一种感受，指引我们向前去走，有可能是坚定你们内心当中的信仰和选择。我们看一下副牌啊，副牌给我们的是38号 Personal Guide、Guardian Angel and Spirit Family。 所以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背后呢是有指导灵在保护的，有可能有大天使，有可能是你们累生累世有缘分有连接的指导灵，他们有一双巨大的翅膀啊，在你的背后形成了一个保护的光照，或者说保护的一个范围。所以首先能够肯定的是，我们第二副牌的朋友不会受到太多事件的波及啊，或者说你们在当下所在意的一些事件的中心是安全的。我看到你们的指导灵和大天使，还有就是你们的灵性的家族指导灵的军团深处啊，会传来一个声音，是你们可以随着你们的心愿去走，随着你们高我的意识去走，你所建筑的一切一定是安全的。并且一些朋友，如果你们是高敏感体质，你们是光之工作者，你们一定可以为周围的人带来光和希望。如果你们是医疗行业的工作者，你们是在去支持照顾，有可能是引导一些群体的人，你们的方向是正确的。如果你们当下有对于财产和对于未来的一些忧虑，你们不知道是不是走在一条对的路上，选择这个行业方向是否是正确的，指导灵在告诉你，跟着你的直觉，跟着你的决断去感受这一切，它将会被造化成为你需要的样子。所以我们第二排的朋友其实不需要有太大的恐惧，因为我看到你们在正确的时间被很好的保护着。有可能在这个时间段你们是跟周围的人有一些边界感的，或者说你们正在重新搭建你们的边界啊，这也是非常重要而良好的。这有可能也是你的高我和你的指导灵大天使对于你的一些建议和指引。我看到你们是都得得到，都感受得到，也都会做得好的。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Tarot 塔罗牌给我们的讯息是什么？
关于我们近期呢，有哪个部分正在逆转和突破？看一下啊，第二组的朋友信息是怎么样的？好，我们看到 The Moon and the Devil。Ten of Cups， 圣杯10号 ，Page of Cups and Knight of Swords。我们把卡牌再抽一下 ，King of Cups，The Fool。我们这套画风是有一点艺术性啊，油画性的画风，有可能在我们的画面当中呈现有一点点的暗。好，我们可以连接一下我们的图画和色彩啊，进行一下感受。我们看到的是 Strength in Reverse， 全都是 Major Arcana， 都是大牌。我们再抽2张看一下信息是怎么样的。Oh my god， 我们看到是 Ace of Cups，and 在牌尾我们可以看到 The World in Reverse， 世界牌的逆位。我们来遮挡一下。好。这卡牌的信息其实比较清楚，而且它是比较笃定的，而且有可能是定业啊，固定的业力和固定的课题。当我们听到业力的这个词汇的时候，有可能一些朋友会觉得我很畏惧啊，我很讨厌这个沉重的话题，或者说一旦提到这件事情，我们觉得是避而不及，或者说难以躲避，会很阻塞。但其实呢，我们众生在这个三维世界啊，都是因业发现，因业而产生我们的生命，产生我们的爱。有了爱取有，然后我们也会呢成为一个，比如说宝贝，然后我们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婴儿，会投向这个世界，跟我们周围的人结缘啊。其实业力它是中性的一个状态和词汇。那我们为什么会提到这个词汇呢？因为我们看到有恶魔牌、月亮牌、愚人牌在这一边。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的上一个篇章马上就要有可能打到最后一行，马上就要有一个节点和句号了，我们马上就要翻到下一个篇章去。我们在这个翻篇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经历一些对于过去的咀嚼、回味和无奈。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正在去摆脱一些旧有的人事物的干扰，而这些干扰其实对于你们来讲是影响深远和深刻，是非常重要的。我那对第二副牌的朋友来讲，首先第一点，有可能在过去的一个时间段啊，第二副牌的朋友失去了一些人，失去了跟你们非常有缘分的一些人。这些人的出现和离开呢，昭示着我们第二副牌的朋友需要去回归到内心小孩的这个课题上，重新的无条件的爱自己和信任自己。我们当出现力量牌的逆位是有可能最近有一些转换和变动，让我们躲闪不及，而且会让我们陷入某一种低潮和失落。这是第一个部分啊。还有第二部分就是第二副牌的朋友面临着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那在今年呢，尤其是1到3月之间，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需要再出发，你们需要再次的鼓起勇气，比如说对于一些事情再次尝试，或者说你们要承担重任，你们要去承担一些责任，或走出去站出来做一些选择，直接做一些判断。我看到你们的周遭其实是并不通畅和通顺的，有可能原生家庭的某一位长辈啊，或者说原生家庭的某一个人，过去的某一个人还在影响着你。不管这个人当下在不在你的身边，他是否在你的事业当中跟你的连结颇为深厚，还是说你们在各过各的。我看到这一层影响，它很像是一个 DNA 的传承，比如他是你的父亲啊、母亲啊、祖父、祖母等等，有这样的一些影响，会让你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苦恼和困扰。我看到第二副牌朋友，你们要战胜你们灵魂深处的不自信和劣根性。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说辞啊？因为我们看到这边是力量牌的逆位和宝剑9号，还有圣杯侍从。那左边我们看到一个圣杯国王，代表了有可能会有一些人物在过去给我们带来了比较大的影响，比较大的一些不管是保护、照顾还是干扰，还是有一些 gaslighting 的这个部分，会让我们对于未来呢有一些想要选择的想法，但是偶尔会产生一定的迷茫。这个牌里边能感受到我们第二组朋友其实是非常善良和高敏感以及脆弱的内在啊。当我看到你们的外在正在重塑一个坚强的外壳，并且在未来的这个上半年的这个过程里边，你们逐渐将会去发生一个转换。
我看到最近呢，如果说有什么样的逆转和突破，就是你们会找到自己，你们会离开让自己比较痛苦、比较压抑和比较就是重复性的让自己产生抑郁啊、忧郁和紧张的一个环境。愚人牌代表了你永远有机会可以走出来，重新再试一次，去挥别过往。但是有些朋友感觉到你们有的时候会有一点踟蹰，脚步有一点慢，有点容易走回头路或被困住。宇宙在告诉你，你从来都没有被困住过。你永远都可以让自己晒在阳光下，或者走到一个新的风景当中，你可以去掌握和决定自己的人生。这边有宝剑9和世界牌的逆位，有一些朋友会觉得你们在困在过去的一个伤心的事情当中走不出来，不管这个伤心是什么，是我们这个比如说离别上的，生与死的离别上的，或者说情感的离别，还是说你现在必须要学会如何独立。因为独立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每个阶段都会出现这样的课题。我们如何独立于原生家庭呢？我们如何独立于亲子关系？我们在社会上生活如何独立于比如说工作的团体呀，然后我们有另外一半，如何又独立于另外一半呢？未来建设家族我们又如何？甚至到老年我们如何独立去面对比如生老病死、成住坏空种种问题？我们永远在这一世学会的是不依着、不抓取啊，这个课题重复的出现，原因在于我们非常需要突破它。那第二组朋友，这是你突破这个课题最好的一个时间段。我还看到第二组朋友，其实你们是吉人自有天相的。我们说，虽然现在第二组朋友是有点迷茫，但是比较好的就是你们永远都有祖先和指导灵的帮助，所以在最对的时间，你们又会，比如说遇见贵人、遇见好的机会，以及遇见突破的可能性。所以我看到第二组朋友，如果最近你们无法坚定自己的选择，你们可以从头去整理一下。如果最近你们觉得能量沉重，你们可以让自己休息一下。如果你们觉得磁场并不是特别的有利于你们，你们可以去转换一下，比如说我们的风水啊，我们的家居环境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整洁程度等等。我看到第二组朋友，其实你们的心中是有一定的悲伤、执念和痛苦的，这个东西有可能是与生带来的，比如说是潜意识积累下来的，也有些朋友有可能是过去的一些经历给我们留下的。那我看到当月亮出现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为此而震动，我们会为此而呼气，我们会为此而不安啊。当恶魔牌出现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有一点被困住、执着，或者说我们会贪恋一些什么。但其实第二组的朋友啊，你们所看到的世界以及你们所经历的一切，其实是你们的高我为你们安排的。当你们转念的时候，这一切可以重新流动，就好像这一个堵塞的空间，它可以重新的被照到太阳，有可能将会去重新恢复和整理到一个高光的、辉煌、灿烂的、丰盛的状态。这跟你们的心灵空间是一样的。所以这边出现圣杯1号，代表了你们需要无条件的爱自己和尊重你们的感受，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才能突破当下的困局。我们再看一下有什么样的突破会到来啊？圣杯2号的正位 ，Six of Cups、Queen of Cups。好的一些朋友，这有可能是情感关系，有可能是一个曾经照顾过你们、跟你们敞开心扉的人，有可能是灵魂伴侣，是你的前任，是之前的旧人，等等或者一些朋友，这是你失去过的人啊，比如说这是你的家人，这是你在天国的家人等等啊。总之我看到其实最近这个阶段呢，我们第二组朋友会沉浸在一个深深的思念之情当中，而且第二组朋友其实是有一些犹豫的。金币2号代表犹豫，我们看一下你们在犹豫什么，有什么解法吗？来 clarify 一下这个信息啊。Page of Wands， 跟着你的感觉走啊，第二排的朋友啊，你们在犹豫或者说在纠结的这个档口啊，有可能很多的事情在发生。如果你思念一个人，你打算去敞开心扉跟对方沟通，任何的时候，我看到当你按下一个肯定键，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需要主动行动啊。当你打算去行动的时候，我认为对方的大门在为你敞开。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如果你在等一个人跟你联络，这个是旧人，他有可能跟你经历了非常多美好的经历，也有可能这个人跟你有过一些相欠，比如他有可能让你付出的比较多啊，有可能你们产生了一些执念、纠结、绑定的关系。一些朋友有可能已经从当中脱离出来了，因为有愚人牌和恶魔牌代表了你们有可能从一个比如说有毒的或者说情感牵连太多的关系里边已经走出来，但是还是在不住回头。这边的信息是Two of Cups and Six of Cups， 你想念的人其实也在想念着你，但有可能当下呢，由于双方有
自己人生当中必须做的一些重要决定，你没有办法呢将这个事情连接到打开心扉、互相改变这样的一个阶段，宇宙会自然而然的让这件事情造化。所以在未来的半年当中，我们第二排的朋友，重要的这个事情是修行，重要的事情是做你们人生当中进一步的转化，让自己进步起来。如果你们有缘的话，这边是 The Sun and the Magician。如果你肯去显化的话，如果你依旧相信奇迹的话，你的世界里边永远都会有奇迹。从这些牌里边我看到，其实第二个牌的朋友，你没有失去，你没有失去爱。如果你没有失去，有可能是跟对方连接的机会，或者说你没有失去面子，你没有失去荣耀，你在对方的眼中其实依旧是闪光的。但有可能有一些人的出现是给我们固定课题来的。所以我看到第二组朋友，你们在当下这半年当中正在做一个积极的转化吧，或者说你们再去展开你们新的一个阶段。这边呢，如果说有突破的话，我们第二副牌的朋友突破，其实在6到7月之间，也有些朋友在1到3月，就是未来这1-2个月啊，前1个月之间已经做完了决定了。我认为这个代表了你们的新生，但有可能你们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坚定一点和勇敢一点，去接受蜕变和接受一些challenges， 就是挑战呢，接受一些变化。然后我看到当太阳和魔术师同时出现的时候啊，虽然我们的魔术师这边是一位神秘的法师啊，看起来有点暗，但是这2张牌的出现其实是非常积极的一个信号。有月亮有太阳，代表了我们第二组朋友阴阳平衡、阴阳调和啊，你们的意识和你们的行动以及你们身体的状态将会发生比较良善的转换，并且呢，一些过去隐藏在水下的没有被我们看见的实相和一些不公平的事物将会被整理，你们的努力将会得来结果，并且我看到你们的状态将会从一个比较在意周围人的眼光，比较善良，然后有可能是比较容易被动容，比较感性，化为一种积极而有动力的状态。还有个信息，我认为第二排的朋友在过去没有被公平对待，有可能在你们的工作环境、学术环境，在你们的这个成长环境当中遇到过一些非常不公平的问题，让你们当下心中首先是怀疑自己的实力和能力，第二点就是你们会对自我整个的选择和认知有所怀疑。宇宙来告诉你们，就是在未来的这半年当中是一个立体的课题，但如果你已经下定了决心去，比如说我要去突破这个难关，比如说我要去做完这个课题，我要去做完这个项目，我要做完这个事业等等，我看到宇宙将会怎么样，就是给你很多能量去滋养你和成就你以及支持你。当然如果有些朋友你们已经选择重新开始了，也是一样啊，我们看到都是 Page of Wands and Page of Cups， 你们需要不再三的去转换想法，因为这边有个金币2嘛，金币2我们这边看到2个侍从牌在上边，好吗？也就代表了很多朋友你们非常需要去坚定你们的一个想法，而不是2个想法，然后每天会有一些矛盾，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容易落在一个纠结的状态。世界牌的逆位啊，是一个土的能量，土星的能量，我们容易在这个土星的课题里边过不去。也有一些朋友你们是现在在过土星的课题，比如说你们在29.6岁啊，或者说你们当下正在这个土星过境啊，比如说一些双鱼座的朋友或者变动星座的朋友，双鱼、处女、双子、射手，在当下这个阶段是反而让你们要坚定一下，果决一点。比如说你要做的选择是往左走还是往右走，是 A 选择 B 选择还是 C 选择，做好这个选择之后呢，在未来的半年小小坚持一下，你们将会看见成绩，你将会重新去见证你是聪明的，你将会重新去见证你的显化的奇迹，你将会重新的看到你的世界里边啊，通过你一段时间的精打细作，你可以去取得成就，甚至是多重的双重的成就。这边有金币2号嘛，双重的，或者说我们既在3维世界落实了，我们也在精神世界，在这个自我成长的这个事件上落实了。所以我看到第二组朋友，其实你们在未来的这个阶段呢，有非常大的可以说是起色和非常大的变化。你们会从侍从牌，因为侍从牌在我们塔罗当中其实是一个初始初级的，或者说是 junior 啊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比如说10几岁的小孩啊、少年少女等等啊，尝试性的一些状态，你们将会成长成为真正的魔术师和太阳牌。这是吸引力，这是智慧，这是你们累生累世智慧的发掘。我看到如果你们对于一些事情有一点手忙脚乱，然后没有办法去控制和整理，你们有可能缺乏自信，在你们的课题和在你们的事业上，在未来半年你们将会找到感觉，
你们将会找到那个发力点，你们将会突破周围人对于你，不管是上司啊，还是导师啊，还是家人呐，还是周围的朋友对待你固定的一些臆测和固定的判断评论，你们将会创造出奇迹。这边在个人的事业上和金钱上，我认为这半年里边都是我们第二组朋友去逆风翻盘的时间，这非常的切合我们今日的主题。并且我看到这个机遇上来讲，有很多朋友你们需要转念了，也就是说一些机遇如果不行的话，你们需要快速在未来的1到2个月之间找到这个施力点，比如说那我要下一个机会，或者说我要在这个机会当中取得突破。那我们这边的金币8号和太阳牌代表了保持信心的去坚持一下你们的行动，行动不要变形，也不经常的去改变主意，不经常的为此而困扰苦恼，去回忆和有可能是我看到是重新投影啊。其实回忆有的时候我们沉浸在回忆里边，就代表了我们在重复的进行能量的显化。所以第二组朋友你们需要非常果决的去回过头来看到阳光的一面。第二组朋友，如果你们当下还打算去避在一个避难所里的话，宇宙会无限量的提供给你这个停留在避难所的时间。你可以等，比如说1个月、2个月，还是半年，还是1年、2年都可以。但是总有一个阶段是需要你们走出去的，这样我们的灵魂才能成长和进展。第二组朋友啊，在我们的牌尾看的是 Seven of Cups， 你们可以重新做梦。如果过去的梦想曾经失望和失落过，有一些忙不迭的、突如其来的挫折、错乱，有可能会让你们有一点惊心呐，有一点胆战呐，有点没有办法有一个头绪。金币4号，这是你们重新回归稳定的一个阶段。那在当下呢，什么是我们逆风翻盘的钥匙？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主牌，再配合我们这个副牌的能量啊，跟着你们内心的声音做你们的判断，那并且呢，照管好你们的能量磁场。好，去给自己做一个非常强大的保护光罩，你永远都是安全的。有这样的一个信念，你将会得到这把钥匙。第二点就是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需要华丽转身啊。如果在过去你们纠结和沉浸在某一个有可能是上瘾和就是有点中毒的状态吧。比如说我对一个暧昧关系上瘾，我对待一个习惯上瘾，我熬夜上瘾啊，我拖延上瘾，基本上你们都需要华丽转身了啊。这个时候的华丽转身就是，如果你一旦决定了，你的周围就会出现非常多支持你的能量，不管是人、事情，有可能事情在变顺啊，人在更加支持你，有可能人气和人际关系会更好。紧接着你会觉得，你会跟着你的灵感走，并且你会非常有底气的去向着你的目标向前去建设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这把钥匙的最中心的意味啊。如果是谈到亲密关系和情感关系，我认为第二排的朋友，圣杯2、圣杯6、圣杯10，圣杯王后、圣杯侍从。有些朋友看到，其实跟你有情感渊源和拉扯的这个人，跟你是缘分非浅的。你们有可能在前世，或者说你们有可能在累生累世都经历过差不多的课题。这个人有可能是你的灵魂伴侣，有可能是业力关系。少数的朋友 Twin Flame 是少数的啊，因为我看不到月亮配太阳嘛。这个课题是让我们做什么？我觉得首先这边是缘分未尽的，但是有可能时间上的跨度会比较大、比较长一点，因为当下是我们重新建设自我的一个阶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看到你和对方有可能有一些误会和有一些未了的、没有完成的一些沟通，这会让我们有点遗憾。所以有些朋友有可能你们可以去鼓起勇气，或者说用一个新的方式跟对方连接起来。我认为最近如果在断联啊、拉扯，或者说意难忘的朋友啊，比如说我经常会梦见他，我就是没有办法呀，通过了一段时间也没有办法去放弃掉，就代表了你们需要去捡起这个课题。当然我觉得并不是说复合分手，是在现实世界当中如何建设它。因为爱取有嘛，我们爱了，我们取到了，拥有了，有了之后呢，成住坏空，有来有去。所以其实我们在三维世界当中呢，不需去抓取，但是我们捡起这个课题，代表了我们不能逃避它。你们需要面对的内心中最强大的一关是什么？最剧烈的、最震动你、最让你感觉到没安全感的一关是什么？你们需要大胆的突破。有些朋友，我认为你们是需要换一个环境啊，有可能你们需要给自己捍卫或者说建设一个非常高的，或者说非常靠谱的目标。有些朋友，你们需要发挥你们的聪明才智，你们需要让自己闪光，才能够跟对方在能量上有更高的共振。
并不能说对方的能量比你更高，还是对方能量比你更低，但只要你可以去精进，勇猛精进啊，我们在这个当中保持着一个让自己不破不立的精神吧。我认为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一定可以去建设出来一个新的自信，你们可以去自己打开一个新的阶段，而不是任何人帮你们打开的。这个成就感是永恒的，而且在你们灵魂的提升也好，独立性也罢，这个方面也是课题是永恒成立以及永恒可以过关的，好吗？所以这边鼓励我们第二副牌的朋友啊，向前走，去突破当下的一个固定的课题。这个课题其实在我们三维世界就分几种嘛，名利情嘛，或者说有情观，有财观啊，然后我们有名利观，或者说我们有这个生老病死观啊，有这些关口。那我们在这些关口前面在看到的是什么？我们在三维世界当中看到这些相啊，不管成了一个什么相，我们是我相、人相啊、众生相、寿者相等等啊，是我还是你，是男还是女，我们在什么行业、什么国度，说什么样的语言。其实这个相它是在高维来到三维进行投影啊，有可能是我们的意识固定的看到的一些东西，但这些东西的背后其实有它更高的一个意涵。我认为第二组的朋友，你们需要在这些相的背后理解到你们的灵魂在追求什么。我认为你们是有非常高精神信仰的人，而且你们有很高的福报，所以你们的背后永远都有善良的能量强大的保护灵。所以我看到有可能你们的指导灵天使，或者说你们的指导灵军团和家族，希望你们在当下牵着他的手，保持信念，还有就是保持一种坚强的信任感去突破。那时间上来讲呢，我看到是未来的半年，其实就是在上半年当中，我们当下已经要到3月了，时间在我们的三维世界过得非常的快，而且它在加速，在叠加，所以有可能这3个月就是一眨眼的时间。第二组的朋友，不要在深夜哭泣，也不要太多的去，比如说熬夜和接触有可能是负面和消极能量，比如说让我们悲伤的音乐啊，让我们悲伤的电影啊，让我们悲伤的文字啊等等啊。我看到你们需要让自己呢去保持一个健康，然后有效率，还有就是在时间和生物钟上重新设置成为一个稳定规律而有节制的状态。所以你们可以呢从生物钟开始调起，比如说我们开始早睡早起，那我们开始每天那个闻鸡起舞啊，当然也不需要那么早啊。大家可以去建设一些感恩日记啊、读书习惯呐。大家可以去在对的时间，比如说正午的时候晒一晒太阳，可以去看一看自然，看一看绿树、红花等等。如果你们心中有很大的愤懑和不平，或者说很忧郁的情绪，就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一点点的进行排除和排解。然后我看到你们需要给自己建立非常积极的一些目标，比如说我在这3个月，起码除了工作，除了这个情感的事情以外，除了这些人际关系以外，我还要去做一些什么。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你们可以在阳光底下去进行一些，比如说漫步啊，或者是有氧运动啊。也有些朋友你们可以去建设一些阅读习惯、学习习惯，或者说记录的习惯等等啊，或手工的习惯呐，或者说我们去创造的习惯，比如我们创造一些音乐，创造一些图画或审美的习惯。我看一些我喜欢的杂志，我看一些很好的这个美术作品啊、艺术作品等等，这个都会帮助我们呢去提升金币啊稳定的能量，提升我们的在三维世界当中这个grounding这个贵气感。祝福我们第二副牌的朋友，我认为在当下，如果你们还是一样有痛苦和有纠结的话，反而还是一样。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投影的原理，就是如果有纠结，代表这个纠结的背后是有一个很大的投影源，这是一个课题，或它是一个我们累生累世的纠结。我们需要反而是举重若轻的去回过头来，往你最需要的方向去走。有可能走着走着，你会发现这个事情已经对你不再重要。这个事情有可能对你的打击已经不再存在，你已经建设了一个更加强大的自己，去重新的阅读和理解它。好，这是更高版本的我们第二组牌的朋友啊，我相信你们可以很快的突破，因为你们是非常有悟性、非常有灵性能力，而且非常有福德的人。我觉得当下第二排的朋友就是不要再逃避了，然后祝福大家在未来这个阶段呢，可以凭着你们的聪明才华去建设出来一片新的领域。有些朋友你们在副业上，有可能你们在
一些创作上，有可能是在你们的思想和语言上是会有进步的，会有升级的，或会有新的这个场面打开的。有愚人牌和金币2号和魔术师牌，代表了你们可以通过你们聪明才智去寻找到新的方式和新的道路。那我看到在你们背后永远都会有非常非常支持和保护你们的灵魂，好吗？祝福大家。好，那这边呢，我们看一下星座能量啊，在星座人来讲，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双鱼、摩羯。水象星座依旧很多啊，第2组也是双鱼、巨蟹、天蝎，然后我们这边是一组念旧的宝贝啊，然后我看到你们内心其实是，你们其实是非常具有包容能力的，你们肯去吸收各种各样的情绪和负能量，所以有的时候你们是这个3维世界非常重要的稳定者和调停者啊，有些朋友你们是基本星座，巨蟹、摩羯、牡羊、天秤座，我认为你们内在积累太多情绪了，你们是一个管道，不是一个容器，所以你们需要将这些转化成为你的，不管是动力，还是转化成为你的一轮新的能量，还是把它直接融化掉，让它流逝掉，好吗？也有些朋友你们可以去参观一些比较有正能量啊，或者说高能量的古建筑啊，当然这个不是在荒郊野外，我看到是很恢宏的一些建筑，你们可以去一些比较庄严的寺庙和教堂，你们可以去到一些有神的领域，去得到属于你们智慧的种子啊，跟着你们的直觉走。好，最后看一下建议和指引啊。我们第2排的朋友，我感受到一个信息，就是不公平的过往和不公平的一些事件，反而会造就你们，这样的一个信息啊。所以第1张我们看到这个牌39号，我们看到是 boundaries eclipse 日食啊。这个牌里边我们看到的是这是一套 Queen of Sun 呢，就是太阳的女王。那我们看到日食反而是我们这个太阳在被某一个星体然后慢慢的覆盖，我们这个光芒有可能在某一个时间段是相对来讲暗淡和被覆盖的，而这个太阳的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是我们需要收敛，是我们需要建设属于我们的结界，需要跟这个3维世界有一定的界限感。这跟我们的主牌 Sanctuary 有没有很像啊？所以第2副牌的朋友啊，你们需要建立你们的边界感，还有就是及时的去收回你们的能量场，清理和净化你们的能量，然后就是规避掉一些有冲击性和创伤性的场所和事件，不去太过于回忆旧有的创伤。如果当下我们3维世界有一些新闻呢，有一些郑重性的消息，第2牌的朋友啊，你们需要去规避掉这些，就过度过量的去阅读这些消息，接受这些消息，这些消息也是一个象，好吗？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牌里边也有，就是扬声大师的智慧在告诉我们去静心，去净化。一些朋友感觉到你们的就是周遭的，比如说接触到的人事物和你们所在的空间的这个能量也需要净化。当然这个 boundaries 也代表了你们需要建设一个边界感，在某一个时间点你们需要一定质量的独处，然后去排除掉周围这些信息给予你们的干扰，回归到一个能量饱满和平静的状态，好吗？所以有的时候第2排的朋友也可以进行一下净化和冥想，或者说打坐等等。我们这张牌第2张啊，Akashic Records 阿卡西的记录资料，这张牌有没有很有趣啊？它写的是 Clearing Old Stories， 好，清除掉旧有的故事 ，Releasing Past Lives， 好，把你的过去式全部释放 Freedom， 现在你是自由的。第2组朋友，我们这边看到一张愚人牌和恶魔牌，有没有？我们刚刚就开牌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了这个业力啊，业力的劫啊等等啊，所以有可能对于你们来讲，有一些让你们有一些伤痕的事件在过去重复产生了，有可能它在累生累世是叠加的，而我们如何去打破这个业力的锁？首先我们该还的、该做的、该去修的课题要修完啊。第2点就是我们可以在事实经历过这一切之后将它释放掉，你们就可以超越这个课题了。当然并不是让我们去依托这个课题，相反是让我们去浓厚的学习完之后呢，轻轻的放下，翻开下一页。所以第2组朋友，这是你翻开下一页的时候，我看到过去有很多人跟你们是累生累世的眷属，让你们割舍不下，割舍不断，然后有一些连结是如泣如诉的啊，有可能在你们内心深处会形成很多悲歌呀，或者让你们会产生很多很多的情绪。
其实这个情绪是可以被太阳晒化的，一旦阳光出现，或者说一旦光出现啊，一旦光体出现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其实这一切还是一样被照出来的一个投影。当光的投影源不一样啊，像我们移动这个光，有没有？我们看到的这个，比如说映入眼帘的这个光的质量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第二排的朋友，你们需要的是允许你的指导灵和天使以及你的高我帮助你去释放掉你在阿卡西当中一些负面的受伤的经历啊。当下的你是一个全新的阶段，你可以去为自己建设新的边界感、新的边界、新的结界。然后你可以非常阳光和非常稳定、安稳的、富足的去显化你的未来。你是自由的，好吗？在此时此刻你是自由的，所以你可以去超越所有。我们在修行角度上来讲，如果去解脱业力啊，这个未来 Starcy 也可以跟大家再深入的来聊一下很有趣的一个话题啊。那我们可以去运用或者说使用一个佛学比较基础的理论，就是不去着相啊。当我们不再着相，当我们不把这些事情都纠缠在一起，这些数字、这些时间、这些味道、色声香味触法、这些经验回忆都集结在一起，变成了一个情绪，变成了一个符号。当你把它们拆解，它们都是光的合影啊，四大假合，风火水土的假合。当你知道这些是毕竟空的时候，这一切都是空哦，这些都是一个故事哦，是一个投影哦。你们会发现什么？你的灵魂本就自在，本就自由。所以这边我看到一些朋友，你们在找到你们的大自在，好吗？祝福大家。然后第二排的朋友，你们可以相信啊，你们的背后永远都有你们的独属的大天使和指导灵在给予你们专属的陪伴，专属的这个照顾和屏蔽负能量。所以呢，趋吉而避凶，你们会选择到属于你们一个更安稳的环境啊。然后一切呢，自有天佑，吉人自有天相。所以我们第二组的朋友，你们完全可以去相信这个阶段和这个过程。再次的祝福大家开心、平安和幸福。我们今天所有的卡牌看到这里，感恩跟大家今日的共同学习，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选到我们的第三副组牌一颗紫色爱心水晶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主题呢是宇宙送来的逆风翻盘金钥匙。我们要看一下在近期我们哪个方面和哪个部分将会有逆转和突破，又有什么样的机遇即将到来，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三组的朋友们。好，对应我们的一颗紫色水晶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主牌 Oracle 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第三组的朋友，我们看到是21号 Flow， 顺流而下，有没有？我们这个小溪啊，正在这个就是山的边缘啊，汇集，然后有可能会流向新的湖泊，然后有可能会流向下一步是流向海洋。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这张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好像阴云正在散去啊，然后我们这阳光正在重新的回归大地，一切正在回归生机。然后就有的一些比如说能量或者就有的一些环境资源上的阻碍的问题正在被冲洗和冲刷，这一切都是崭新的，这一切是刚刚被净化过的，刚刚被洗净的。Flow 就是我们经常会在卡牌当中看到这样的讯息，比如说我们要顺流而下呀，顺其自然呐，我们要跟着这个水流，或者说根据这件事情发展的纹理来进行它的判断和抉择。我们可以跟着事情来进行探索，也可以进行经验的累积和下一步的安排。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天空之上好像有这个天空之神的影子啊，然后我们有自由飞翔的雄鹰和鸟，这代表了第三组朋友，你们当下这个阶段其实已经迎来了一个逆风翻盘，这些事情在你们的磁场和在你的心灵深处正在发生。我看到一些旧有的积淤的能量，堵塞能量正在被清理，你们正在被理顺，有可能有一些事情将会发生更好的安排和更好的处理以及解决。在这张牌出现的时候，也代表了你们周围将会出现一些有利于你们的消息和有利于你们的信息，有可能会有最近会有远方的人和一些贵人传来他们的一些音信，我们在等待的一些消息即将出现。这边也有一种呢，就是阳光穿破阴云啊，正在照射大地的意味啊。我们刚刚赶走了，或者说经历完了这场暴风雨之后，反而对于我们整个的环境和自然是一场洗礼。所以第二排的朋友有可能最近也经历了一个洗礼的过程，比如说你们的职场环境啊、人际关系啊、情感关系啊，经历的洗礼。
我看到在这个洗礼的过后啊，你们将会发现你们的能量和磁场被理顺，而且呢，有一些事件将会有一些新的安排。对于你们来讲，这个发展是 go with the flow， 跟着这个波流而走，顺其自然。顺其自然之后，你们将会发现有很多事情会迎来它意想不到的转机，而且你们有可能会有一点不费力气啊，可以坐收利益、坐收渔翁之利的一个意思。这张牌里边能够感受到宇宙送来的这一把钥匙本身蕴含在这个自然和万物发展的寻常和不寻常的这个理论的背后。因为我们这个三维世界啊，一切的不变，恒常的不变是变化。我们这个三维世界是无常的，我们这个娑婆是无常。其实三千大千世界哪一个又不是呢？所以我们跟着这个无常的理论来看宇宙、看世界。任何事情在发生了成住坏空、好与坏、分与合的时候，就代表了在下一个阶段反而会有不一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看到这里边也有一个阴阳的理论。我们第二组朋友在最近这个时间段呢，会有一种清新飒爽的状态，你们的世界有可能也将会被重新的整理和安排。好，这把钥匙就潜藏在你所处的磁场的周围，而且你们并不需要动一兵一格，并不需要去主动做什么，有可能自然会帮助我们进行一个良好的安排。我们看下第二张啊，第一张是21号，第二张我们看的是3号。OK，sensitivity and strength， 敏感性以及力量。那第二组朋友，你们已经觉知了啊，内在的能量 ，tapping the force within， 在你们内在有神圣的能量或者神圣的感知能力。这个感知能力有可能也算是一种传承和世袭啊。这边我们看到一个羽毛，然后周围正在散发着一些信息啊，好像是在一个神坛之上，在一个神奇的位置，它好像集结了不管是多生多世的还是多少年的多少万年的一些神奇的信息和智慧在这里边。我看到第三副牌的朋友，其实你们是有固定的人生使命的，有可能你们呈现在这个三维世界，你们来到这里是因为一些固定的使命，你们要去传承什么，传递什么，或者说你们要去教会什么，你们要在学习的过程里边去有可能是同步这个阿卡西资料给你的灵魂一些什么。而当下这个阶段也是你们去觉知掉这个神圣能量的时间点，所以神与自然与宇宙会同力的帮助你们，在你们的敏感度，在你们的感性觉察以外，让你们在理性上在能量上都有更大的一层支撑和照拂。我看到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场是很大的，有点天人合一的意味啊。有些朋友你们会是就是修行者，道教啊、佛教或者说其他宗教当中的一些修行者，你们会比较看重，或者说你们的能量场其实是比较适应这种天人合一的理论的。因此当你们的能量啊，不管是我们三维世界这个肉体的能量还是精神的能量，就像我们过去的这个老子一样啊，或者说我们这个圣贤一样啊，跟着这个天地日月的精髓进行休息，有可能你们会找到属于你们这一线生机，去得到更高维度的智慧啊，或者说能量以及这个解脱，好吗？那智慧的这个涌入啊，或者智慧的这个来袭，会帮助我们第三组朋友在任何事情当中去找到顺应它，而且去理顺它的一把钥匙。所以我看到第三副牌的朋友啊，你们的道法是自然的，你们的为是无为而治的，好吧？那下面我们看一下啊，我们这个 Tarot 塔罗牌给我们什么讯息呢？我们在最近这个阶段将会迎来什么样的逆转和突破呢？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啊。好 ，Page of Pentacles， 金币的公主。好，我们抽牌啊。这边是 Five of Pentacles， 金币5号的逆位。Six of Cups， 圣杯6号的逆位。Six of Swords， 宝剑6号。Ten of Wands， 权杖10号。我们继续抽牌看一下啊。我们的逆转和突破是什么？Tower in reverse。我们这张牌是什么 ？Queen of Pentacles， 金币王后的逆位。好，我们再整理一下卡牌。Devil， 我们遮挡一下。恶魔牌。King of Wands， 权杖国王的正位。
这边我们看到是命运之轮的逆位和我们的世界牌。好，这边还蛮明显的啊。第三组的朋友，恭喜你们已经依托了，走出了一个旧有的业力漩涡。我看到你们呢在当下得到了一个课题的完成啊。如果在上一组当中，我们还正在这个课题当中进行着净化、过滤和进一步的这个有可能是法的移动啊，未来的编织，然后未来的显化。我们第三组朋友其实是在这个你们的范围之内，这个过程已经到了一个完结阶段。所以我看到有一些第三组朋友，你们有可能从第二组过来，或者说打算去看到一些消息。也有一些朋友我看到啊，非常好的信息就是你打破了家族的业力循环。你打破了旧有的一个业力循环，不管这个循环在累生累世已经几遍了、几十遍了、几百遍了，你都可以从里边走出来。这个循环其实是一个执着，它配上了 Six of Cups， 跟救人有关，跟救世有关，有可能跟你每一生每一世的追求有关。说我们是执着于名利情的啊，比如说我们是执着于跟某一个人的链接，跟某一个情感状态的链接。我们的头脑和思想有可能会去链接某一种感受，这个成瘾的状态或者说习惯性的状态都在被打破。第三组朋友啊，在过去的一些旧有的尘埃和废墟里边，你们已经走出了之前的匮乏感。我看到过去有一些人和一些事情是绝对会困住你们的。你们的成长成熟，然后在你们历经世事的过程里边，一定会有事情困住你们，或者有人会困住你们。这个人他一定是你很大的一个课题。我看到一些朋友，这个课题是爱情、救人，就是你有可能必须要去，比如说帮助他，你有可能必须要去共情他，你有可能必须要去帮助他进化等等。这让我们第三副牌的朋友能量始终是有一点沉重，特别是在旧有这个摩羯的世代啊，我们刚刚跨过来。在过去的这个几年当中，你们有可能在重复的去进行一些投入啊、试炼啊，或者在同样的一个职场环境或差不多的一些职场环境历练里边进行这个人事物的一些学习和体会。那最近这个阶段，尤其是过了1月之后，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在苏醒过来，你们有可能会有非常矫健的步伐、坚强的信心、果决的行动，去摆脱掉旧有的一些压力。我看到任何事情阻挡不了你们，所以当下我看到你们好像成了一个就是一叶小舟啊，正在向着这个溪流迎向你的大海。有可能你将会走向你更大的一个渡口，更多朋友你们在未来会得到比较大的机会，不管是在事业上、合作上，还在情感上，都是更大的机会。这边权杖10的逆位和命运之轮的逆位出现啊，这边配上塔牌，能够感受到我们第三组的朋友，你们经历的到底是怎样的蜕变。我感觉到这个训练场或者这个训练的单元对你们来讲是有点苛刻和苛责的。有些朋友有可能你们的星盘当中土星能量比较重，摩羯能量重一点，或者说你们是有土星成相位的。那成了这个相位，有可能也是你固定的一些性格模式，它所造就的一些课题。好，那我们第三组朋友啊，在当下这个前一个月、上一个月啊，1月过后，你们有可能已经迈开了你们的脚步，离别了一些过去的人，或者说一些朋友，你们打算不再回头。我打算不再跟这个人产生连接，我打算不在这个债务危机当中反复的恐惧，我打算去解决它，我打算去解决一些旧有的，不管是金钱上的问题，还是事业上的挂钩等等啊。因为你们值得一个新的开始了。为什么？因为如果说我们在这个三维世界当中、娑婆世界当中有一些还债、讨债，或者说还恩报恩的一些理论啊，我们是有一个终结点的。当权杖10和命运之轮的逆位出现，代表的有很多朋友你们已经还过了、做过了，或者说一些功课大抵上已经可以去毕业了。你们在当下呢，完全可以去往前走一步。而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的蜕变和突破，就是从旧有的状态不再执迷。金币10的逆位、权杖10的逆位，一些朋友你们打算离职啊，你们打算去做一个突破和改变呢，你们打算去离开一个不良善的、让你们纠结的，或者说没有信任关系。这边我们出现的是教皇牌嘛，我们看到这个佛陀的形象在当中啊，然后配上我们的恶魔牌，让你觉得不究竟的、没有智慧或者充满了执着和执念的一个状态，你们打算离开。权杖6号的正位是你可以成功离开，原因在于什么？吊人的逆位、命运之轮和权杖10啊，我们第三组朋友是还过了，或者说你们的课题已经上满了。
或者说你们在过去的一个阶段基本上已经经历成熟了。所以这边呢，应该首先恭喜我们第三组的朋友，并且呢，在这边呢，大力的陪宇宙拉大家一把，也祝福大家，重新找到一条光明的新的大路，拥有胜利感，拥有自信心和强势的向前去走。你们的直觉和感受以及你们的领导力都是最对的一个状态。所以当下也是我们第三组的朋友呢去逆风翻盘的时间点啊，就在未来的1到2个月之间。有很多朋友，我认为你们会跟你们的感受重新去爆发一个比较高的力量，因为在我们这个主牌里边也看到了 strength 力量，这边呢权杖6号配上我们的权杖国王了，力量满满。那我们的宝剑6号也代表了任何事情的解决跟着你们的直觉走啊，就是船到桥头自然直的一个状态。所以我看到当下有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妨碍和难为住我们第三组的朋友呢？只要你们的念头不执着就没有。我看到第三组的朋友啊，你们其实是宁折不弯的类型。当遇见了一些困难和坎坷的时候，你们喜欢的是战胜，你们喜欢的是挑战，或你们喜欢的是我要再忍耐一下，再尝试一下，这样有可能才做得对。然后从整个的牌里边来看，我们第三组的朋友啊，当我们遇见一些固定的难题的时候，其实转变的并不是，或者说我们需要转变的并不是这个课题本身，而是我们的意念和态度。当我们的能力已经足够驾驭这件事情之上，反而我们并不需要去执着，我一定要让这件事情是对的，我一定要让这个人为我改观，我一定要让这个事业和这个合作是成功的，我要给某某人看，我要给什么什么样的人证明。从来都不需要，因为你们已经有能力去驾驭更好的、驾驭更高维度的以及更高振动频率的事物了。所以在当下呢，这个课题的本身是让我们第三组朋友升维、提高频率，并且扩展你们的视野，有可能是顺应着天人，或者说理解到这个天地人之间的能量循环法则，去更加尊重它，也尊重我们内在的自我，尊重你们内在的这个圆满的佛性。所以我们看到第三组朋友啊，当你们不再执着于一件事情，或不再执着于金钱，或者说执着于某一个成就，你们在未来非常容易做出新的抉择和挑战。当有些朋友最近有可能会有一些财务上的，比如说比较紧急的问题啊，债务的一些问题，克扣的一些问题，我看到在未来2个月之间，宇宙一定会帮助你们讨回某一种公道啊。有少数朋友有可能你们在官司啊、诉讼，或者说一些财务的纷争当中，你们在哪里失去，你们会在新的方向获得，但是这个地点都是在你的身上，所以你失去了你会得到，你付出了你会得到，你坚忍了你一定也会得到。当然我看到第三组的朋友啊，这边有世界牌，代表了你的个人能量的一种圆融，也代表了其实得与不得，或者得与失之间，你其实已经开始笑看风云了啊。所以这边也有第三组的朋友，你们开始去觉知了你们更高一层的领悟，更高一层的使命，有可能就是让我们的灵魂去突破维度，有可能你们开始去接触一些善知识，你们开始去不再执着于一些爱恨情仇，你们开始去更加热爱这个星球，热爱这个自然，热爱你们周围出现的人事物啊，并且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开始进行更高维度的显化。所以在这边也祝福我们第三组的朋友啊，我看到你们的能量其实是统一且高频率的。如果最近还有一些事情纷扰你们，你们可以将这些事情都归结为一个道理，就是你们的内在和外在有没有调和，你们愿不愿意去接受或者说你们愿不愿意去放手。我们这个 flow 其实也代表了一个臣服啊 surrender 的意味，代表了让宇宙去做和这些事情，而我们在这当中只是去进行深入的探索深度游、深度体验，并且呢胜利的体验。还有第三组朋友啊，宇宙在提醒大家，就是你们现在是不需要付出了。如果过去你们在工作上、情感上都是付出比较多的这一个，很累、很劳苦，我们好像在拉着一辆巨大的车啊，在不停的在泥沼中向前走，一个人在风雨当中去支撑了一切。第三组朋友，你们再不需要这样。未来的你们是什么样的啊？首先独善其身啊，在哪里都乐得自在。还有就是所向披靡的，你具有领导能力，有可能你可以号召更多的人跟你做一样的事，跟你团结。也有第三组朋友看到了，当你们去放弃掉一些比如说旧的摊子啊，比如这个事情它是一个摩羯时代旧有时代的一个状态，一个能量，一个逻辑，当你们可以去放弃掉这个逻辑，当你们可以去遵循我们刚刚所说这个臣服法则，或者说天人的法则，或者说是容许自我接纳自我的法则，我相信你们可以
马上的去统合和整理你们当下的一些问题。所以不管是金钱问题，还是人际问题，还是当下的一些挑战，在未来2个月当中，第3组牌的朋友都是破关的。我看到有一些少数的朋友在未来的1周到10天左右也是一个破关的状态。你们有可能会鼓起勇气去提出你们的意见，有可能一些朋友提出辞呈，但是这个地方不是鼓励我们第3组的朋友去做什么样的一个巨大的断舍离啊，根据你们当下的意念和意志去做属于你们的决断，宇宙会帮助你们啊。世界牌和命运之轮出现，代表了一个阶段的完结，所以这一个你历劫的阶段，你历经了诸多困难、诸多苦，然后委屈、有苦难言、压抑，或者说你需要孤军奋战的阶段已经结束了。那未来呢，我看到是一种和合，就是你的能量去和合了周围的天地人的法则，或者说你的能量磁场开始变得圆融，开始变得接纳，开始变得扩大。你会发现任何事情在你的身上将会变成顺利状态，你在显化的事情将会更快的来临。你在过去担忧的，或者说共频的、同频共振那些恐惧和那些匮乏感不再到来。所以第3组的朋友，你们个人的有可能是能量的提升和强大非常的重要。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一些信息要给到我们第3组的朋友呢？看一下。好，我们看到的是宝剑3号的逆位，权杖8号的正位。你再抽一张啊。好，我们有一张牌飞得很远啊。Page of Wands 权杖侍从的逆位。Eight of Swords 宝剑8号的逆位，2张8号牌。第3组的朋友，你们将不再揪心，你们将不再就是好像殚精竭虑，你们将不再上火焦虑啊。我看到当然有一些事情是比较急着来的，但是第3组的朋友又是一张8号牌，圣杯8号 Two of Pentacles and Five of Swords Third of Wands， 你们会找到新的突破口，在什么时候啊？就在下一个转角或当下，你们打算有一些新的想法，我打算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我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可能的时候，新的将会出现。其实金币2号配上三张8号牌，代表了我们第3组的朋友，你们在未来这个阶段一定会出现非常积极和重大的转变的。有些朋友有可能是地理位置上，你们在搬家，你们打算离职，你们打算进入新的职场，或者说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对于你来讲，只要这个能量当中有新的东西，它就是好像是点睛之笔一样啊。无论你是不是依旧是原来的你，还是说你周围的人还是原来的人，还是说我们依旧要在这样的行业和这样的事业当中进步和成长，学业还是一如既往的需要我们去扛去背。只要你们拥有了新的意识，这一切一定可以到达一个脱异点，就这个脱异点它很像是一个起点，它在宇宙当中呢定点爆发出来什么一个新的宇宙。所以第3组朋友，你们会有一种历旧换新的脱胎换骨的感觉啊。然后这个感觉呢，我看到其实是一点点积累的，它不像是我今天突然觉醒了，我今天起来就不是我了，而是你们有可能在一些事情上愿意做一些新的建设。面临旧的课业，面临旧的问题和这个人，或者说过去的一些事情，你愿意向前去看。有更多朋友，我看到你将会结束掉一个经常让自己消耗、耗费体能、耗费精力，然后让自己疲惫的一个状态。你们将会滋养自己，你们将会很快的去达成直接的目的，而且呢，不在一些杂事、琐事和小事上进行能量上的牵扯。我看到你们是很飒爽的。我看到周围的人嘛，不管是想要竞争，还是想要去比如说排挤一下我们，还是打算去抵抗一下我们的，推拒一下我们的人，我看到他们将不再对你们施力，因为你们的能量将会就是做和天地之间的这种正气嘛，保持一个比较积极的正心念的时候，你们不再去吸引负面能量，你们也不再去回应他们的念头，没有这个同频共振，这些事情将会化解掉。所以我们化解冤亲的一个方式也是一样，保持正念，去感恩和滋养这一切。我们不在这些人的身上再去耗费精力啊，这也是你们的一个积极转变。又出现8号牌，有4张8号牌已经出现了啊。
所以在这个2到3月，我看到有很多第2排的朋友，你们会有点憋着一股劲的感觉，你们打算去做一些新的突破，但是有可能时间还没有到，有可能你们现在是急着去做一些，比如说旅程的安排呀、计划呀，或者说新项目的展开呀，你们打算去离开旧的人，到一个新的环境，结交新的人。但是宇宙在告诉我们的就是，如果时间还未到的话，我们现在再去打造的只是一个新的自己。当你成为一个新的自己的时候，一切将会为你而发生。所以有些事情不需要勉强。我们第2组朋友，星星牌的逆位和力量牌的逆位，你当下在勉强什么？你当下在逼迫自己什么吗？你当下在一个固定的状态当中，你们觉得被束缚和被绑定吗？其实你们是非常自由的，所以没有一件事情是你们必须要去证明、必须要去做到的。我感觉在未来的大约是2个星期左右嘛，我们第3组的朋友将会有一个非常正向能量转换，有可能是一次出行，有可能是一次意外的我们在和人的接触当中，有可能是突如其来的一个灵感啊，会被你们捕捉到，你们会发现你们会有一种突然的领悟、突然的顿悟，这种茅塞顿开的感觉将会涌入你们，有可能你们将会推翻过去的一些纠结固执，你们有可能不再想去征服什么，反而是海底是圣杯1号啊，大胆的去爱和展示你的爱，做你爱的事情，并且呢有可能是分享给这个世界。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你们在任何的领域和任何的阶段都会开花，而且会有非常器重你们、看好你们的人出现在你们的世界。所以第2组的朋友啊，我看到在过去一个阶段，有可能你们缺少一些贵人和缺少一些助力，而在未来当你们的心念转换了，有可能才是你们去接近你们最希望和最喜爱这件事情的开始。这个开始任何时候，我们第3组朋友，你们按下起始键就会到来。不需要等时间等几个月之类的很快。我们看一下在个人的情感上什么样的一些转变吗？ 8 of Swords 有一些朋友这边出现宝剑8号，有点困住的感觉，或者说当下呢有可能还没有一些明确的打算。 6 of Cups 一些朋友你们在怀恋过去，有这个过去的人事物它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存在，你们彼此都是。当下呢有可能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断联，突如其来的比如说冷遇，或者说戛然而止的一些发展状态。那这件事情到底是源于什么？我们看一下还有一些朋友在上一个季度，比如说前4个月左右呢，遇见了这样的问题，你们失去了一些重要的联络。宇宙希望你们静下来，宇宙希望你们可以通过陪伴自己来建设这个安全感，而不是跟任何人去建设这场安全感。如果你一旦和一个人发展成为一个非常深厚、非常依赖，以及非常找不到自己的一个关系状态我们说找不到自己是为什么？我们2个就这个关系就像是一个，这是比来比喻好了我们就像这个笔的2端一样我们2个人就像这2个手指，我们都在依赖这个互相施的力，让这个笔呢停留在半空之中。那如果一个人一旦放手，这个笔也不再存在，这个连接也不再存在这个笔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连接。所以第3组的朋友如果你们一直依赖这个连接，一直这样共生的话，相互施力，你们没有办法去作用到周围的世界里边，做任何事情都要去看这个关系，都要去 hold 这个关系。我认为宇宙希望我们第3组朋友 surrender 放下来，任何的事情都放下来，哪怕比如说这支笔也好，这一块水晶也好，它存在，它只是存在这一个界面，你拥有它，但你同时不需要为它而施力，为它而 hold 住什么，为它而比如说坚持住或者说停留住、固定住之类的，你们是自由的。所以我看到其实有一些关系的这个破裂和破坏并不是你们不配得你们的感情不顺利而是你们施力的方式有可能不正确。这个不正确是2方的，不是我们第3组朋友不对我看到跟着你们的直觉，你们有可能当下再重新变得独立，在独立之后，不管是不是要回头，第3组的朋友，你们的爱情都会变得比以前更加轻松然后更加的健康，好吗？我们再看一下The Chariot 战车牌 The Moon。 好，有些人最近的这个梦境当中有你们，好吗？有一些朋友最近你们会多梦你们会得到很多讯息特别是这个断联或失联已久的人，有可能会以他们的方式想要重新到来。那宇宙要告诉我们的是 Knight of Swords， 你们要去建立你们的保护罩，
Eight of Cups， 不要让自己重新再沉浸在旧有的负面的一些情绪里面。这个情绪有的时候它是一个激素，会拉住我们的这种积极和探索欲望，有可能会让我们沉浸在某一个频率里边，不管它是中型频率还是偏低还是偏高，我们都需要在生活里边不断的去建设更高的频率，让我们提升一个正面的能量场。所以这边我们看到 Knight of Swords and Knight of Wands， 权杖骑士的正位和宝剑骑士的逆位代表了你们需要在意念上清楚的做隔离和断舍离，你们需要离开这个让自己失落、悲伤和消极的状态，你们需要让自己积极和灿烂起来。所以第三组朋友也可以多动一动，并且可以多接触自然，你们可以多接触一下山水湖泊美景，然后你们可以去听比较比如说这个赫兹频率非常的良善，然后非常的高，或者说有一些朋友你们可以去听一些古琴古琴的这个音乐，其实古琴是音药嘛，它是一种药物，会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呢进行一个比较好的震动和调理，大家可以去良善的调理一下。然后我觉得第三组朋友，你们最近是非常需要积极的进行一些意念上的转化的，只要你们的意念转化了，这个钥匙就在你们的手上。所以第三组朋友你们的钥匙是顺其自然，你们的钥匙是觉察你们的力量在哪，觉察你们的本能和你们的能力在哪里，你的能力在哪里，你的愿望在哪里，你未来的显化场才在哪里。不要被周围的一些虚像或者说一些固有的，然后有一点这个能量低沉的关系拉住脚步。你们的使命从来都是飞跃，你们的使命从来都是超越，你们不要停在原地所以第三组朋友其实是可以向前赶一赶的。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我看到第三组的朋友，你们在未来会遇见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好机会，让你们惊喜的机会和转折。所以这边呢也在就这个卡牌也在帮助我们去调动我们当下的一些意识，去重新理解我们当下的一些问题，好吗？在星座上来讲，我们第三组朋友是火象和土象比较多的，土象摩羯金牛处女，火象星座狮子座、牡羊座和射手座。我们这边也有一些双鱼座的朋友在这一组，或者星盘当中有这个元素星座是一个参考。好，最后看一下宇宙给我们的建议和指引是什么，看一下我们的 Oracle。 好，我们的第一张、第二张，首先我们看到的是15号牌，我们看到的是阿梅特拉斯，在这个日本神道体系当中的天照大神就是众神之首，掌管太阳的女神已经出现了，阿梅特拉斯，天照大神。然后天照大神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 Recovery 你们将会回复，不管经历什么样的创痛经历什么样的暗夜，经历什么样的沉沦，然后经历什么样的暴风雨漩涡海啸等等你们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回复过来，因为你们的能力是再生。所以我们第三组朋友再生能力非常强，不管是你们在心灵上的还是身体上的再生能力都是很高的。所以最近如果有一些身体上的不舒适精神系统上的，或者说你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体的各个部位上的不舒适都会得到一个调理。而且我看到其实是在心灵深处和能量场上，无论你们被怎么样的有可能是破坏和震动过，或者说你们经历了怎样的一些我看到是悲伤的过往或者说挫折的体验然后或者说是卡住的体验等等当下都是一个你重新觉知和重新站起来的时候。第三组朋友，其实你们有一个疗愈的能量，就是周围的环境会帮助你们疗愈。当你们去接触水，接触清新的空气，自然而然的就会得到疗愈，得到能量和细胞的重生。所以最近呢，我看到天照大神也好，还是我们这个太阳之神、太阳的女神，在帮助我们第三组朋友进行能量的重生和调节。然后我看到一切的过往的事情呢，可以去被释放掉，而这个过往反而在造就我们成为更高维度和更高版本的我们。好，然后第二章呢，我们看到的是 Pleiadian Activation， 没有？好，我们这个卯宿星的激活讯息 Coming Together Harmony in the Heavens and Resolution。 好，我们第三组的朋友，你们和卯宿星卯宿星团有着非常强的连结，一些朋友是星际种子你们来自卯宿星，或来自仙女星，来自大角星等等。
我看到你们身上这个治愈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是天然的，是绝佳的，在意念上和灵魂上也是一样的。卯宿星将传达更高维度的合作的信息和和谐的信息给我们第三组的朋友，所以在未来有可能你们会遇见更多的灵魂家人，你们有可能会创造更高维度的和谐，就在我们这个三维世界，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地球上创造和谐。你们将会去解答一切的苦恼和让你们烦恼的问题。这边呢，我看到水的能量也包含了山河大地中，我们这个地球70%是水啊。这个水的能量会帮助我们第三组的朋友去进行这个能量的激活，所以一些朋友你们可以去用水晶，你们可以去接触海洋和湖泊，当然是安全的状况底下可以去感受，用眼睛去触碰，用眼睛去进行讯息的连接和提取。我看到当下卯宿星将会释放非常多的消息、疗愈的能量，甚至是指导灵来到你们的身边，这将会是一个重聚。也有些朋友我看到你们将会解决累生累世困住你们的一些课题，特别是在三维度非常难的一些课题，你们可以去跨越。如果是来自卯宿星的能量，这代表了我们第三组的朋友非常的需要打开你们心轮的能量，因为心轮和太阳轮是你们能量的源泉。当然也有一些朋友你们非常需要去重视最近你们的喉轮三眼轮和顶轮给你们的讯息，非常需要去净化我们的上三轮，不让我们沉浸在过度的迷失当中，或者过度的幻想当中。你们需要提高你们的能量场和直觉力，并且呢，将你们的梦想和将你们有可能是内在一直都不敢去奢望，一直不敢去编织的，一直不敢去显化的一些梦想，真实的拿出来。这是你们的战役，这是你们的战场，当下你们是真正的东道主。所以呢，这边也祝福我们第三副组牌的朋友重新扭转当下的局面，在未来的这一个阶段当中，你们将会发现能量的回归，你们将会重新的站在高光点上，或者站在这个能量的中心点上，或者站在舞台的中心上，好吗？祝福我们第三组的朋友，然后今天我们所有的卡牌解读到这里，非常感恩跟大家今日的共同学习和连接，祝福大家开心、平安和幸福，让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